日本知名媒体产经新闻在近日报道，日本的防卫省正在发展卫星武器，这种武器将增加日本卫星的干扰能力，希望凭借对敌方的信息化作战体系展开重要打击而赢得战争。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卫星武器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武器概念，一般是指运用有攻击能力的卫星在轨道上攻击地球的地面、海面目标，也可以打击对方的卫星。这种武器拥有不少优点，具有威力大、突防时间快，可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同时打击目标等优点，一直是世界各航天大国研究的武器之一。苏联、美国曾经做过多次试验，但是并未研制出可实际应用的卫星武器系统。因此，这种尖端的概念武器往往出现于科幻电影之中。但是，日本方面看起来要把此型武器变成现实上的实用大威力武器。根据日本知名媒体产经新闻在近日报道，日本的防卫省正在发展卫星武器，这种武器将增加日本卫星的干扰能力，希望凭借对敌方的信息化作战体系展开重要打击而赢得战争，让中国与俄罗斯这两个对手对日本形成威胁时，日本的卫星武器可以完全的使其部队失去作战能力。这是日本首次提出从太空发起进攻的战略理念。在今年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又提出了电子战方面的有关概念。日本海自打算与日本的三菱重工进行电子战方面的探索研究，打算年内出一份关于电子战、无线通信的详细调查报告，为的就是加强日本自卫队的抗干扰能力。日本负责太空部门的发言人指出，现在主要提升的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在现代作战中至关重要。现代战争中信息的左右非常重要，因此各大国制造了大量的军用卫星，包括敌方目标的地形图测绘和目标侦察，以及引导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卫星定位的能力等，是现代大国不可或缺的辅助系统。因此，如果能干扰卫星与地面的信号传输，那么便会使得敌人的作战能力、事态感知能力大打折扣。日方目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近几年开始，陆续地组成了数支用于进行电子战任务的特殊部队，专门用于搜集潜在敌人的情报和战时干扰任务。专家认为，日方此举野心昭然若揭，无非就是为扩张自己电子战军队提个借口罢了，其目的还是针对中国和俄国。不过，专家认为，日方此举基本上不具有什么可行性。理论上，日本可以发展具有干扰能力的军用卫星，对我方卫星与地面的通讯产生中断，这会导致我方的卫星侦察、中继制导等重要的军事手段失效，从而影响部队的作战实力。但是，我国国产的北斗系列卫星导航系统在设计之初就被要求具备非常强的抗干扰能力，为的就是防止某些国家及其盟友大搞太空霸权，并对中国卫星产生严重威胁。因此，我国的军用卫星在设计之初要考虑抗干扰能力。相比于美国的老式 GPS 全球定位系统，新式的北斗导航系统的信号要更强、更清晰。整体的数据和处理方法都使用了非常先进和复杂的办法，先进程度和抗干扰能力远超美国 GPS 全球定位系统。因此，如果日方想要通过简单的干扰方式破坏我国卫星的通讯系统，那只能说是纯粹的异想天开罢了。而且我方还有一种绝密的高科技武器，那就是反导系统。如果日方胆敢在太空做出危害我国家安全的行动，我们可以使用远程反导导弹攻击日本的干扰卫星，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当今太空并不平静，美国、日本一方面莫须有地指责中国破坏和平稳定的太空环境，自己却大量地发展太空部队和卫星武器。美国更是为此成立了一个新的兵种，叫做太空军，其威胁意味满满，不光是对我国的太空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世界各国和平利用太空进行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为了防止美日在太空对我军发展攻击性武器，我们也应该早早做好预防的准备。